离婚声明。本人耿墨池与白考儿小姐相识数年，于年初建立婚姻关系。虽然我们一起度过很多美丽的时光，有过许多难忘的回忆，但由于双方在某些私人问题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分歧，故此，在经过慎重考虑后，现宣布取消婚礼。具体的离婚事宜，我已全权委托律师后续跟进。考虑到白考儿小姐已怀孕，我会遵照法律相关规定，待其怀孕及哺乳期结束后，再办理正式的离婚手续。在此期间，我会尽我所能给予白考儿小姐照顾。做出此决定，我知道会牵扯很多人，但离婚是我和白考儿小姐私人的事情，请大家不要为此事做胡乱的猜测。希望外界能够给予我们两个人一些私人空间，让我们能够尽快适应新的生活。本声明以后，我将不会就离婚事宜再做任何回应。耿墨池，声明完毕。太扯了吧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叫啊？对不起，往后的事情你在私下里跟他沟通。没事吧？救护车！叫救护车！考儿，是我。考儿，考儿，我知道你在里面呢，给我开开门。考儿，我懂了。考儿，你开开。别喊了，董事长，人在里面呢，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不会出事的。他父母很担心他，打电话给我，让我过来看一看。我知道，回头我给二老打电话啊。可是他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。别担心，这一切都不是事儿。那个人是混蛋，我不是。孩子以后生下来我养着，我给孩子拉扯大，以后孩子还管我叫声爹，多美好啊！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赶紧回家睡觉吧，明儿还上班呢。啊，还有事儿？啊，罗浩今天被宣判了。我知道，判3年嘛，也不算长。人嘛，都有选择自己该走什么样的路的权利，啊，赶紧回去吧。我对不起，妈妈一定会坚强起来的。就算全世界都背弃我，我只要有你就够了。爸爸，谢谢你，是你让我有活下去的勇气。
你别喝了，喝这么多酒干嘛呀？刚发完离婚声明，我再给你加一讣告啊。哦，对了，锦衣回北京了，晌午我送的她，哭了一路，说你对考儿太狠了，自己到手的幸福自己砸了。我听了黄忠说的大致的意思，但是我真不相信他跟齐树礼之间有这层关系。咱就不说考儿的人品了，咱就说齐树礼，我对他真的没有好印象。但是毕竟人身份在那儿呢，不低呀。就算是他们俩真有这层关系，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，他能让你把考儿娶了吗？是，我也不该说这么多。但是真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！你智商也不低呀，情商怎么是0呢？甚至到负数。这回你可能冤枉考儿了。不管怎么着，你也不能在婚礼现场宣读这离婚声明吧？这么多记者，这么多亲朋好友，这第2天那全都登出来了。你想过考儿以后怎么做人吗？我那天真是崩溃了。你这人做事啊，从来都不想后果。你就这么对考儿，你想过他以后怎么对你吗？哼，他的性格你应该最了解吧？他会不会拿刀捅死你啊？最好一刀捅死我，让我一了百了。就怕他呀，不一刀捅死你，一刀一刀割死你。你等着吧，我有预感，考儿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。考儿，这是离婚协议书，看一下吧。葛墨池的意思是你有什么需求尽管提，他会让律师补进去。墨池是再也不会回来了，我到现在都没有联系上他。这还是律师让我把协议书交给你的，传达葛墨池的意思，在孩子周岁以前只能分居，所以他会回北京，等孩子过了哺乳期以后。再办理正式的离婚手续。你满意了吧？挑拨我跟他的关系，你能捞什么好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睁眼说瞎话的本事都见长了。我跟谁去的相思山看流星雨，你最清楚。你却故意说是齐树礼陪我去的。葛墨池要不是受这刺激，他不会在婚礼上给我难看。是你自己记错了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跟齐树礼本来就有一腿，你肚子里边孩子是齐树礼的，所以葛墨池才不要你。呀，我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喊？你安的什么心？就是见不得你好。我还以为这辈子你都不会再见我了。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？你既然能问出这样的话，好像我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吧？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。好，我承认，孩子不是你的。我怎么可能跟你生孩子呢？
你有那么严重的心脏病，万一遗传给孩子，可怎么得了？你明明知道怀了他的孩子，为什么还要嫁给我？我答应嫁给你的时候，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。等我从北京回到新城才发现的。我好几次想要跟你说，但总开不了口。后来就想着，索性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跟你摊牌。否则你很有可能会逼我拿掉这个孩子。这个无耻的！是啊，我是无耻。我要不无耻的话，当年我老公尸骨未寒的时候，我也不会跟你鬼混。咱俩是一路货色。可墨池，就算我有错在先，我也不会哭着喊着求你原谅，求你回到我身边。那不是我白考儿会做的事儿。所以，闲话就不说了，我们继续谈离婚的事儿吧。你想怎么谈？孩子的事还没谈完呢。我知道你身份特殊，是名人。即使这个孩子不是你的，对外我也会保有你的颜面。所以对媒体，我会说你是孩子的父亲。这点你没意见吧？继续。既然孩子是你的，那你就得负责了。离婚的事儿还是按照你律师之前的建议，等我哺乳期结束之后，再做正式的离婚手续。毕竟，在妻子孕期，离婚可不是件光彩的事儿。你看，处处为你着想。谢谢你为我着想。不谢，还有赡养费，多的我也不要，我就要你身家的一半，你看可以吗？明明你是过错方，要我一半的身家，够可以的。我是过错方，你有证据吗？现在孩子还没生下来，还不能做亲子鉴定。如果你能拿到我对你不忠的证据，捉奸也好，偷拍也好，只要你能拿到这样的证据，你1分钱我都不会要，我净身出户。你说多少就多少吧。卡尔，我只想问你一句话：你有爱过我吗？不是混淆的爱，是清清楚楚的，心里知道爱的是我，你有过吗？如果有，别说一半身家，全部身家我也认。爱你，我记忆中是爱过你，可现在你连婚礼都取消了，我还能再爱你？你可以死心了。我真想让你一刀捅死我。你在婚礼上给我那样的羞辱，我怎么可能一刀捅死你呢？我会
千刀万刀的扶持你，让你生不如死。我白考儿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可以啊。不过还有一件事关于米兰的。既然你要跟我分居，那你也就不能照顾我了。所以你把米兰派给我，当我的贴身助理，24小时随叫随到的那种，你看可以吗？你说什么都可以。谢谢。我吃。怎么了？去医院。好，好。可我吃，你个混蛋！你再不去求求就怀疑我，我在你眼里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这么爱你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让你这么对我？你个混蛋！看到我就不爽是吧？很好，你以后每天都能看到我，24小时随叫随到。如果你做不下去了，随时都可以找耿墨池递交辞呈，反正你的公司是他付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知不知道孕妇不能喝咖啡啊？换一杯。好了，考儿，别跟他置气，小心动了胎气。我不过是想让他说一句道歉而已，说句对不起会死啊！他都把我坑成这样了，还跟我犟，我真不知道他的心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坏。考儿，有件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，我想我应该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你知道为什么米兰能出来，罗浩去坐牢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米兰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罗浩身上，说是罗浩让他这么干的。那罗浩有死心眼儿，承认是自己干的，所以就……你说米兰做假狗狗？罗浩的证词跟米兰说的正好能对上，假的也变成真的了。考儿，都怪我，我应该早点告诉你。如果你要是早知道米兰会变成这样，我想你也不会把她介绍给耿墨池当助理的。对不起，不关你的事儿。你跟耿墨池的误会，为什么不解释呢？解释？我才知道对我的怀疑不是1天2天的。我跟他解释或者否认，他就会信吗？只能先这样了。至少他误会的话，我还有机会生下这个孩子。如果他知道孩子有心脏病，是不会让我生的。你是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？你可得想清楚啊，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生下来很难养的。
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孩子他爸又有钱，我可以让他接受最好的治疗，我也可以辞掉工作，专心的照顾他。一直，我舍不得这个孩子。如果命中注定我会失去耿墨池，至少我还有这个孩子。活生生的一条命，你让我怎么忍心把它拿掉？我明白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单亲妈妈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的。只要孩子生下来，就能做亲子鉴定，到时候耿墨池想不认都不行。他又不能把孩子提回到我肚子里，孩子是他的，他也怎么跟我离婚？原来你是这么打算。林志啊，哎，等会儿陪我去逛街吧，我想给宝宝买一些婴儿用品。今天不行，我一会儿还得回公司，下次。那好吧，你跟我去，帮我拿东西。我还约了一些记者，说不定有你的熟人。记者？耿墨池不是一向低调吗？他最讨厌自己的私生活被曝光。我是他太太，我得帮他跟媒体处理好关系。这样好吗？我说过，这次我不会轻饶他。你好，欢迎光临 SKP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真是太可爱了！来，也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，不管了，先都拿着吧。墨池，我看就算了吧，这样闹下去一定会两败俱伤。那天你从雅兰居出来，没吓死我！医生让你住院，你说你非得回家，何苦呢？昨天我给之前帮我看病的北京的一个医生打电话，问他，如果我有了孩子，他健康的几率有多少？医生怎么说？他说，从家族遗传的状况来分析，我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的几率非常的低。所以，万幸白可儿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，如果是我的，也应该遗传了心脏病。我是绝对不会让这样的孩子生出来的。墨池，你真认为可儿肚子里孩子是齐树礼的？这是白可儿亲口告诉我的。你们这点事儿还真是说不清楚。葛老师，这是刚跟瑞士总部确认过的政府全球巡演企划案，你看一下。米兰，可儿逛街是你陪的吧？这么多记者在场，你怎么不拦着点啊？他要干的事儿，谁能拦得住呢？葛老师，他让我告诉你，让你每个礼拜最少陪他吃一次饭，逛一次街，然后陪他上培训课。米兰，你知道你嘴里说的她是谁吗？那是我太太，是你的闺蜜，你连她名字都不愿意叫吗？我付你工钱不是为了从你嘴里听到她的，要不是考儿的话，你现在还失着业呢。别让我再听到这样的话，否则你给我滚蛋！对不起，我出去。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啊？还得护着她。我现在弄不明白，你到底对可儿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？她是我老婆，我可以跟她吵，但是别人不能说她半个不是。啊，不说。可儿让你陪她逛街吃饭，怎么办？能不去吗？回头她再叫来记者，指不定胡说八道什么呢。哎。味道不错，很合我的胃口。
你不吃啊？我最近经常饿，每天吃好几顿，还老是饿，夜里经常找东西吃。医生说我不能老吃素，这样宝宝得不到全面的营养，所以我开始吃肉啊。我觉得味道也不错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你这很没形象，那我也没必要装淑女吧？真奇怪啊，我怎么觉得我来过这儿呢？环境真不错，这么好的地方，你应该早点带我来。够吗？不够再加点。够啊。我叫他们来的。反正我们迟早会离婚，这么美好的画面有人记下来，将来我看这些报纸的时候，我会感激你的。感激我？感激你至少对我好过。将来宝宝看这些照片，他会知道爸爸妈妈是相爱的，它是爱情的结晶，不是孽种。爱情的结晶。不用纠结这2个字啊。即使是欺骗性的，我也得让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想象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跟你维持现状的原因。我不想孩子将来受歧视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他是名正言顺的来到这世上的。你这么做让他的生父情何以堪？难道他就不能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吗？为什么非要让我做这个冤大头？可莫是那个白痴，真正的冤大头是齐树礼。你要听我说实话吗？你离开我3年，这3年有太多可能了。即使我嫁给他也不稀奇吧？像我这种没心没肺的女人，从来不会吊死在一棵树上。那你怎么没有嫁给他？我不爱他呀。虽然他很照顾我，我也很依赖他，但不爱就是不爱，他也知道。而且就算我嫁给他，如果我在北京遇到你，我还是会选择你。不管是离婚还是私奔，我肯定要选择你的。为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？你肩膀上那颗脑袋不会思考吗？怪不得达尔文说你智商不低，情商低到负数。我当然是因为……什么？这世界是看脸的嘛，我选择你不奇怪吧？你比他年轻，比他帅气，钱又不比他少，又很有名气，我嫁给你很有面子呀。当然，我对你是有感情的，毕竟咱俩好过。不谈爱情，我喜欢你是事实。虽然你不要我了，虽然明明是我跟你去相思山看到流星雨，却听了米兰的话，想起是跟齐树礼去的，但那些美好的时光，确实真实陪伴过我。这是米兰跟你说的？是啊，他给我灌输虚假记忆。直到英之给我看了那天的报纸，我才知道他说的都是假的。这样的人，你为什么非要留在身边？你个白痴！明天我就把他开了。葛墨池，我做人做事但求问心无愧。反正我现在说什么你也不信，所以你想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吧。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明白什么？我吃饱了。记者拍着呢，陪我演会儿戏。白可儿，
你有可能重新爱上我吗？此话怎讲？你之前把对我的爱都丢了，有没有可能重新找回来？那要看你了，你给我多少爱，我就回报多少。好吧，不管你说真的还是假的，只要别把我当成齐树杰，怎么样都可以。楚墨池，你肩膀上那颗脑袋真是被灌了浆糊。我记忆只是有点错乱。那你之前跟齐树杰在一起4年，你对他还留有多少记忆呢？能不提他吗？良辰美景的，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？好吧，良辰美景，就好好陪你演戏。海洋大哥有句口头禅：人生如戏，出门靠演技。你得习惯这种人生。学点好。有去做产检吗？啊？孩子健康吗？健康啊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就好。墨池啊，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虽然这孩子不是你的，但名义上你是孩子的爹，给孩子取个名字吧。老婆怀的不是老公的孩子，却让老公给这个孩子起名，你想什么呢？啊，行了行了，别生气了，我随便说说。桃儿，你这孩子是在去北京之前怀上的，所以我也没什么话可说。但是有件事儿，我必须得先告诉你。如果啊，我说如果孩子生下来之后，你还想继续跟我保持婚姻关系，想继续跟我生活的话，孩子必须得跟我的姓。当然，孩子当然跟你姓。不过为什么跟你姓？原因很简单，孩子跟我叫爹，跟我的姓儿，让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，比我收获他公司还过瘾。你知道我的，从来不会吃亏。他让我当冤大头，他当然得付出代价了。他败给你了。鞋带开了。我多想找到你，轻碰你的脸，我会张开我双手，抚摸你的背，请让我拥有失去的时间，在你流泪。这回你该满意了吧？如果有一天你离开我，想起来我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翻翻报纸了。所以你要把我抱得更紧一点，要像真的一样。你是想让我拿奥斯卡吗？你超赞。